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上搞了一个好梦一日游，一张合影就让他跌回现实。更重要的是，还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大家好，我是世涛。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到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参加北约的峰会。那么，乌克兰虽然不是北约成员国，但是由于目前俄乌冲突的关系站在了抗俄的一线，因此呢，也被北约邀请来参加，并且呢，在之前北约和欧盟是炒作了很久的所谓的乌克兰加入欧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也让大家对乌克兰后续的加入这些政治团体呢充满了期待。大家也知道欧盟与北约实际上是欧洲国家在政治以及军事上的一体两面，那么他们的这个成员国是有高度的共同性的，相当于是欧洲这些国家在政治上以及军事上的这个集合体。那么乌克兰之前是提交了加入欧盟的这个申请，那么也就有人很自然认为他也会很快的加入北约。但是在这一次北约峰会上，泽连斯基虽然是出尽了风头感觉又站到了这个地球酋长的这个高度可以说是挥斥方遒想骂谁就骂谁。但是就在一张照片上，我们就看出泽连斯基那是原形毕露。那么在这个北约峰会的合影环节结束之后呢，泽连斯基是哭站在所谓的 C 位但是周边都是牵着手搭着肩聊天的各国的元首以及他的这个伴侣们唯独只有泽连斯基自己一个人呆呆的站在这个舞台上有国内的网友说泽连斯基像极了咱们这些爱好军事的这个小伙伴们穿着一身原品的军服与其他人是格格的不入。但是呢，却没有人搭理他心里面肯定是在暗自的不爽。那么从泽连斯基那个失控的表情上也能看他对自己面临这样的局面呢是非常的不满意的。他原本以为站在舞台中央自己会成为聚光灯永远的那个光斑所照耀的人，可没想到就在合影之后这个环节一下就暴露出了北约各国对于他只不过是要拿来利用这么一个真相。那么更让他扎心的是北约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泽连斯基这一次到维尔纽斯原本是抱着北约可以让他火线入伙的这么一个希望，但是北约这一次却只字不提邀请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茬，让泽连斯基事后是破口大骂，认为北约这次很荒谬但是我们也知道目前俄乌冲突还没有看到结束的迹象，因此北约不太可能正式的邀请乌克兰加入，否则呢就要行使北约的集体自卫权，帮助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那么说，虽然现在在种种的这种形式上或者实质上呢，北约实际上已经加入到了俄乌战局之内，但是毕竟加入北约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重要的北约目前看来还不会正式的这么撕破脸。倒是俄罗斯人给出了满满的嘲讽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北约之所以不愿意让乌克兰加入，正是因为北约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乌克兰现在的边界，想在战后把乌克兰的这个西部地区划给波兰。你看俄罗斯这种挑拨离间的这种手段，那还是相当了得的。不过呢，它也是道出了现在北约内部其实对乌克兰问题已经有所分歧，大家是各怀鬼胎的这么一个真相。可以说泽连斯基这一次在维尔纽斯那真是好梦一日游，恐怕回到国内后还得必须面对不利的俄乌战局。那么这2天俄罗斯一方面宣布开始局部进行反攻，二方面之前让乌克兰人头疼的这个瓦格纳可能又要重回战场了。那么我们看接下去俄乌冲突战场恐怕又有一番的血雨腥风。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有交流，也感谢您的点赞、关注、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